大家好，欢迎回来解密车库。今天我们终于等到了万众期待的美加新1:8攀爬车向西 H8H 这是一个开箱视频。那我们就先看一下箱子里有什么。这个包装里除了有这个车呢，我们还有一本说明书，建议大家读一读，尤其关于灯控那一块比较复杂的还是。然后一个贴纸显然我已经大部分都贴过了。然后是一套更硬的弹簧和一套拉杆支架备用件，还有一套大灯的罩，这个可以一会儿安一下我这里还包了一个就是绞盘的支架放在前面的现在还没有绞盘，估计官方以后会出一个它的专门用的一个绞盘吧。然后呢，这个泡沫箱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箱子，平时收纳呀，或者是出门玩都可以用它来装车。但是如果说是你不想用它装车，我感觉它更好的用途是用来放点冰进去，然后放点冰镇的饮料啤酒什么的，感觉也挺好的啊。然后这个控呢，现在是升级一个8通道的一个控，这个样子跟我们早期的美加新的 TR2是长得是一样的。好处就是以前我们剩下的这个支架，这个就可以用了把这个可以放在这个前边，就可以架手机了。因为这个车的那个电调是可以通过手机来调的，包括一些回传的信息，所以说这样可以实时观看。个人感觉呢，如果不想花钱换控的话，其实这个功能已经够多了，因为它那个7通道和8通道还是空的，你可以接绞盘，可以接另外一个用电设备，或者是控制它都可以的。然后这次我还配了2块这个瑟福的这个5000毫安愤怒蜗牛的电池，因为它这个车有2个电池仓嘛，这样的话1前1后。我们带2块电池出去，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做个并联线，把2个并联在一起，就变成10000毫安时的电池。这样的话，估计你跑很久都没问题啊。OK，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外观它整个这个车壳是做了一个海湾石油的一个配色感觉还是挺漂亮的。然后前面配了一个尼龙的牛栏杠上面有2个孔位给我们装这个射灯，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加。前灯组是都有的 ，LED 都在里面然后上面有一个射灯。这个都可以用遥控进行控制，然后这个后视镜是可以折叠的，还是挺不错的。它另外一边是有反光的那个材质，然后门把手和这个折页都是单独的件，感觉还防震程度可以然后它上面这个整个一个防滚架呢，材料是非常硬的一种材质，这样你在翻滚的时候能保护你的车壳。这台车虽然不是个 PC 的壳，但是我觉得它防护措施也是做的挺好的，包括它下面这个脚踏的地方，它其实它车壳是嵌进去的，所以说不会走起来抖动，或者是碰到撞击的时候会撞到它，因为都有保护嘛。我感觉如果是大家出去玩跑得快一点的话，可以考虑把前面这一块做一个补强，就前面这一块做个补强，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然后我看后面这里全尺寸的一个备胎，然后油壶都是有的，后保险杠是给我们做了2个拖车环，还有一个专门放拖车钩的一个孔洞。然后我觉得最用心的地方是它前面这个地方和后面这个地方都给我们留了装挡泥板的一个支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自己配一个橡胶的挡泥板，或者是可能以后它会出这种小配件都是有可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轮胎，这个轮胎是应该是个仿 T4 的一个轮胎130毫米直径的，手感还是不错的，软硬适中，里面还有海绵做填充如果是这个外观大家不太喜欢的话平常的 2.2 的那种里面结合器12毫米的都可以换换一套漂亮一点的金属轮毂再配一套胎130的就可以了。底盘这里我们看一下传统的前后4拉杆的结构，然后是桥上舵机，这也是喜闻乐见的。所有拉杆的材质都不错，都是这种合金的金属。然后侧踏板这里呢，其实它做了一个连接这里做了一个蜂窝状的结构，这样增加整体这块的强性。整个2个大梁都是实心的CNC 的铝合金。然后后面这里这个瓦特连杆呢，可以有效抑制一些这个轴效应它这个车壳的打开方式是前面有一个扭的螺丝然后拿下来，前面是磁吸的结构，后面是个折页的结构，很轻松就打开了。然后它打开之后呢，能非常巧妙的用备胎形成一个垂直的一个角，这样的话我们换电池或者是维修都是有足够的空间。它这里面那个内饰也是有的，在这边
而且它这个灯线走线也是非常的整齐啊。OK，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底盘结构吧。其实这台车的最大的亮点就是在这个2000内的这个价位，我们拿到了一套有感无刷带 FOC 的动力系统，是愤怒蜗牛的80A 的 ESC， 配上它这个BL3970 1500 kV 的一个有感无刷的马达，然后变速箱是双速高低速的变速，然后前叉后叉都是有的。舵机配的是一个35公斤的舵机在这里也是愤怒蜗牛的，他们自己出的那这个公斤数35公斤，其实我们轻度穿越呀、越个野什么已经够了啊。反应速度呢，虽然不是说上太快，但是力道还可以。它这个车里面整个一个比较整洁然后这个后叉的舵机的位置也是比较有特点它在后面，这样的话它这个拉筋的长度会非常的短，这样更能精确的给它锁和开差速。它这个灯组是在这个最后面灯组呢是比较厉害的，它只有一根线连在这个上面，就不像以前的我们那种灯组一定要并联1通道和2通道去实现它的联动效果，它只有一根线就全搞定了。应该是这个灯组和它这个接收它们是一套的，就是匹配度相当高的一套系统然后仔细看一下它这个避震器4根油压金属避震器，而且它是带了双弹簧的，这一个大弹簧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小的弹簧在这个避震柱这里它就是你在初期阶段呢，你可以拿一个比较软的一个效果，然后你越往下压的时候呢，它第2根小弹簧也会起到一个支撑作用，这样的话整个避震对车的支撑更好。OK， 然后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电池仓现在是这个2个瑟弗的电池5000毫安，我们前面安一个是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电池的大小是刚好符合这个电池仓的，整整好。然后后面我们可以放1块，这样的话就2块电池。如果你还想再加1块，你就立起来，旁边还能再放1块，所以你这个车最多能装3块电池。如果没这个电池的呢，也可以安我们这种普通的这种6400毫安这个格式的，放在后面1块，或者是2块，包括这个战斧的电池也可以放1块，或者是立着放2块。OK， 我们现在是给车充上电了它这个3节5号电池，然后它这个车的开关是在这个下面前面按的是非常方便的。然后我们接着看一下这遥控器，它现在是前叉、后叉和高低速在这边，我们现在是高速，看一下，然后再往下扒是低速，然后现在前叉、后叉都是锁住的状态我们看。OK， 我们把差速关一下，都关一下。那这个都是大多数悍马车都有的功能。然后这里就是它的 steering 的，就是转向的一些微调和油门的微调，这个可以起到一个巡航定速的作用。比如说一拧，它就自己转，因为它是FOC， 所以说它这个速度是不会变的基本上你遇到障碍，它也是可以直接走上去的。一会儿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演示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灯光它这个灯光总结一句话就是玩法特别多特别的复杂它这个整个这一张表都是关于它车灯的这个模式它基本上就是3通道摁2次、3次和4次和5次的区别，大部分还有按7次的，所以说我们简单演示一下。它这个灯光是我见过所有 RTR 中最亮的灯。看我们先按2次，这是开它一个近光灯的一半的近光灯，这是下半部的近光灯。再按2次上面的近光灯，再按2次上下近光灯全亮，这是近光。再按2次是远光灯，然后再按2次是闪烁，再按2次一起闪烁。然后爆闪，然后关闭。当然了，正常的这些转向灯也都是有的呀，前后都有。然后摁3次，上面的顶灯，再按3次，慢闪、快闪，有节奏的闪，关闭。然后再按4次开雾灯，上面的雾灯。雾灯闪烁，快闪，关闭。然后我们看一下后面
然后还有一个，它是转向灯常亮是按5次。双闪 ，OK。那车后面也有转向灯啊，这是雾灯，刹车倒车都有啊。这是双闪，反正车灯玩法是很多了。OK， 我们现在就展示一下这个 FOC， 看它的线性怎么样啊？我们就用它这个遥控器，给它加一点点油门，然后就不管了，遥控器就放这儿啊。这动力补偿没毛病啊。等一下，我要对比一个开山斧的 ，OK， 然后停，然后现在属于一个拖刹的状态 ，OK。OK， 我看看开山斧的效果呢，简直是一样啊。OK，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愤怒蜗牛，它 ES 这个APP 啊。我们首先连接蓝牙，然后进入菜单，我们这里有输出比例、电机转速、这个电压就是电压回传，然后电条的温度和电机的温度啊。然后在设置里面有更多的设置，比如说运行模式。攀爬模式还是正常的那种带刹车的模式，扭矩补偿是多少？最大前进力度、最大倒车力度、拖刹力度、刹车力度，然后油门终点范围、启动模式的就是 punch， 就是启动那一下那个力道是多少？B 一些电压再可以调啊，比如说高压还是低压，电机转的方向啊，电池数啊，还有这个电池低电压保护3.有点那什么了啊。我们放到3.2伏吧，行 ，OK。所以这些功能可以在手机上进行那个的，等一下然后电机校准、遥控器校准都在这里有。然后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它这个接收机上面有一个 GPS 的接口，我估计还可以接那个以前那个GPS 的模块，可能还有一些测速的功能，我不知道啊，也许有，也许没有那好啊，那这期我们美嘉欣向西 H8H 这个开箱视频就到这里了。之后我还会进行一些下地的一些外拍呀、下地的视频请大家敬请期待吧。然后有什么想知道的、想问的那个评论区下方留言啊。这期视频准备比较匆忙，因为我今天才拿到车，所以说有问题尽管问啊。好了，那先这样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